冲绳是日本离台湾最近的县市，坐飞机只要1个半小时就会抵达。还有超多丰富景点，就算假期不长，也可以安排到这里走走。这一支影片会从订机票开始，教你怎么安排行程，还有出发前要先准备的东西，跟其他的注意事项等等，也会介绍冲绳知名的伴手礼。接下来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冲绳本岛的部分，一共整理了60个景点，各个景点的介绍可以看完爆冲绳的影片。另外也有1到6集景点的详细介绍以及交通方式。到冲绳玩的话，建议可以安排4天3夜，或是5天4夜的行程。这边也提供推荐的行程给大家参考。冲绳各个月份的平均温度跟台湾差不多。最容易下雨的时候是5月、6月跟9月，台风季则是6到10月，然后海水浴场是在3到10月的时候会开放，最推荐去的时间会是7到10月。这边列举的是飞往冲绳的航班里面比较常见的几间航空公司，航班的时间不管哪一天其实都差不多是这些班次，但可以看到淡旺季的票价就差很多。如果你是想要省钱的话，可以选择避开旺季的时候去哦，游客人潮也会比较少。选好你想要的班次之后呢，要特别注意你选的机票有没有含托运行李。像是左边这个就是不包含托运行李的票价，只有手提行李，所以价格也会比较低。右边的就有写去程跟回程各有多少的托运行李，所以票价也会比较高一点。如果价格没有差很多，我会建议大家到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去订票。官方网站订的话会比较有保障，还可以登入会员累积里程数，里程数累积到一定的数目就可以兑换免费机票。买机票的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，首先填写的姓名一定要跟护照上的相同，也要注意护照的效期，如果你过期了就要先去换护照。再来就是要确定自己选的时间、去程跟回程的日期有没有正确。接下来就是确认一遍已经填好的所有资料，包括姓名啊、护照号码、生日等等的资讯。因为订票之后，一旦有错误要更改，就会需要另外付改票费。在最后结账刷卡，会建议使用自己的卡片付款，或是用同行旅伴的信用卡付款。到机场报到的时候，也要记得携带订票的那张信用卡。除了预防会有问题需要重刷卡验证之外呢，航空公司担心会有盗刷的风险，有几率会抽验卡片来确认是不是由本人使用的。另外，有的信用卡公司会提供个人的旅游平安险，这部分可能就要看各家银行的规定了。如果你去冲绳没有打算要自驾的话，我会最推荐选择住在那霸市区。那霸市的国际通也是冲绳晚上最热闹的地方。另外，如果有自驾的话，就会比较推荐依照安排的行程来决定住宿要定在哪里，也可以省去很多车程。这边是选择住宿的时候可以考量的重点，特别是住宿有没有提供早餐的部分，因为在冲绳一大早会比较难找到吃早餐的地方。到冲绳一般是不需要另外准备转接器的，如果你有另外使用大电器的需求，就需要特别注意。在冲绳可以用现金、信用卡行动支付，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用交通卡来付款。店家在柜台前面都会有标示可以使用的支付方式。登机前会需要先报到，领取登机证跟托运行李等等。报到方式有2种，你可以当天再到机场航空公司的柜台报到，需要提早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到机场。如果你是旅游旺季的话，就要斟酌再更早到机场。另外可以网络报到，省去现场排队时间。后面就要来告诉大家怎么操作。这边是桃园机场的航空公司里面，可以用手机 APP 或是只有网页报到的航空公司。手机报到的话，就需要先下载航空公司的 APP， 点进来以后就会是这个画面。接着就选择行程管理报到。
这边会需要输入定位代号，你可以在订票完成的确认信里面找到你的定位代号，输入定位代号跟姓名之后，就点查询。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航班资讯，如果是一起买的机票，也能看到同行的人。往下滑就可以找到报到的地方，在起飞前的48小时到1小时都可以网络报到，开放报到的时间也可以免费选位，所以如果有比较想坐的位置，记得设闹钟，在起飞前的48小时就去报到选位。接下来是一些行李的注意事项，在随身行李的话，不能有体积超过100毫升的液体，是以瓶身标注的毫升数为主。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在随身行李里面的。托运行李的话，则是依照不同航空公司会有不同的重量限制。另外，行动电源或是有锂电池的东西都不能托运。日本在2025年的1月，预计要在台湾实施预先清关。从台湾出发的旅客，可以在登机前先完成大部分的清关审查手续。抵达日本之后，就可以大幅缩短清关时间，更快可以入境日本，开始行程。另外，建议先填写 Visit Japan Web， 入境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通关，也不用另外填写入境单。这边要先建立一个新账号，然后登入。接下来要登录本人资料，也可以一起填写家人资料。接下来就要登录新的入境资料，这边要写抵达日本的日期、搭乘的航空公司名称跟航班号。另外要填饭店的地址跟饭店的名称，联络电话的话可以写自己的手机号码。接着是填写检疫资料，还有入境审查跟海关申报。最后填完就会有一个 QR code， 入境过海关的时候，只要出示这个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你可以填写这个免税的手续，买东西要免税的时候，只要出示条码就好。如果你没有先填写那个 Visit Japan Web， 这边教大家怎么填这个入境表格。空服员会在飞机上询问是否有需要这一张表单，填好之后是在过海关的时候出示。另外还有一张携带品申报单，会跟入境表格一起拿到，是在领完行李出关之后要出示的。来到冲绳，主要有2种交通方式，你可以自驾或是搭单轨巴士。自驾是很多人会选择的方式，方便性跟自由度都比较高。比起搭巴士的话，你也可以节省很多车程，有时间安排去更多景点玩。你可以租汽车或是摩托车，因为日本有些规定跟台湾的不太一样，所以要再多留意。大众运输的话，在市区玩可以搭单轨，这边有列出单轨各站周围的景点，还有搭乘单轨可以使用的交通卡。虽然能去的地方不多，还是会需要搭乘巴士。巴士的话有分成室内线跟室外线，大部分的室内线你不管搭到哪一站都是统一票价，编号在20号以后的就会是室外线，会依照里程有累进费率，上车都要先抽整理券，之后呢下车再依照萤幕上的金额付费。付费的方式只有现金或是 OK 卡，这个卡是可以在单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买到。这边推荐大家可以使用 MyRoute， 这是一个日本旅行用的导航 APP， 下载链接我放在影片的下方资讯栏。因为冲绳的巴士班次没有很密集，路线也很多很复杂，这个 APP 可以设定出发时间，就会出现很多搭乘方式，也会显示需要的时间跟票价，也可以用这个 APP 预估时间跟车资。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到站牌位置跟路线。抵达住宿的时候，只要出示护照给服务人员就好了。如果遇到找不到资料的问题，就需要再出示订房编号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安排行程，可以在频道玩爆冲绳这一支影片里面扫描 QR code 连结，点进网址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，在这边点击储存清单，这样就存好了。之后打开 Google Map， 就可以在最下面已储存里面看到这些清单，这样就会得到标注了很多景点的地图，可以很清楚所有的景点位置。决定好要去哪些景点之后，可以再把邻近的景点安排在一起去，规划出最省路省时的时间。
这些行程是需要先预约才能参加的，像是赶嘎啦之谷跟浮潜、潜水等等。如果你要参加一日观光巴士的行程，也要确定出发日期，先预定购买好，当天再到指定的地点上车。需要买门票的景点，除了在现场购买之外，你也可以到网络平台比价看看，就有机会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门票。这边我统整了几个冲绳的购物地点，还有可以买到的商品种类。如果你有想买的特定商品，就可以把这个地点排入行程。在部分商店消费未税满5000日元就可以退税10%，但是除了一般物品之外，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消耗品是不可以在冲绳境内使用的。店家也会把消耗品用封条包起来，如果你有需要使用到的话，记得要另外分开结账。旅程结束要回台湾的时候，记得检查行李里面有没有这些禁止带回台湾的物品，尤其是买了伴手礼、食品等等的，要留意产品的原料有没有肉类哦。另外，在携带烟酒上也有规定，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超过可以带的数量。这边跟大家分享冲绳有哪一些推荐的伴手礼，除了当地的名产食品之外，也有品牌推出冲绳的限定口味，都是很值得试试看的特别口味。最后这边有几点是到冲绳玩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大家也要记得多留意。你准备好去冲绳了吗？更多景点的资讯都在玩爆冲绳跟1到6集的影片里有详细介绍。